大家好啊，我是刘布。今天我们讲一下清朝。当年啊，英国想来跟大清做生意，从康熙时期就开始。我们耳熟能详的，包括汤若望、南怀仁等。当年啊，洋人从怀里面掏出望远镜给康熙看，给康熙讲电报是啥玩意儿，大眼睛忽闪忽闪的说：“我们做生意吧。”可是从康熙一直劝到光绪，这多少年了？你说说。问题是大清过了5代皇帝都没有几个东西看得上，通通不入法眼。但英国人呢，却很喜欢中国的陶瓷、茶叶、丝绸，中国的啥玩意儿他们都喜欢，因为那时候卖到英国的茶叶就相当于现在的 LV 呀，瓷器就相当于爱马仕。丝绸呢，这阿玛尼估计都不能比啊！那时候中国的货真的是这么牛皮，没想到吧？高端奢侈，纯手工打造，家族传承几百年，工匠精神特别高大上。吃个饭都没有瓷器，你好意思说自己是土豪吗？饭后你不端一杯茶出来，你还喝咖啡这种垃圾。于是啊，欧洲的富1代、富2代，包括富70代，都沦陷了。普通人这些东西买不起怎么办？其实也好办，这就相当于您坐不起马车，但是走在路上，手里怎么也得拿一个丝绸的手绢吧。这在当时的西方叫做轻奢小众，这事儿是不是看着很眼熟？只是最近这么些年啊，反过来了。所以啊，别再提工匠和传承了，这些我们也玩过，没啥稀奇的。历史是惊人的相似。当时呢，英国玩命买大清的东西，大清呢就是不进口你英国的。后来呢，法国也过来了，可是大清也没啥能看得上的，这就形成了巨大的贸易差距出来了。可是这可咋整？这事儿啊，一直到老佛爷的时候了。你说说，这从康熙过了多少年了？大清呢，也是有钱的一批。可是欧洲的那些个国家呀，这时候就受不了了，他们太喜欢中国的东西了。不过英国可不比当年的契丹聪明啊，他们发现了一个东西，叫做鸦片。于是呢，通过慢慢走私鸦片到中国赚取利益。可是这玩意儿才是暴利啊！可是这么坑我们国民不行啊！当时大清都是草包吗？不是吧？于是就有了虎门销烟。英国一看，这下急眼了啊！我的银子都被你们赚了，我赚你点银子，你还不同意？我们都知道，挡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啊！于是就开打了。当然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啊，不是单纯的只因为硝烟这一件事。这里呢，我只讲脉络和经济关系，不讲清史，所以简化就行。所以啊，所有的一切还都是钱闹的。清朝的错不仅在于不开放通商，而且还不发展武力。其实当时清朝也发展了，只是那时候的清朝不认为工业化等于武力，就只学会了割地赔款，其他的一时也没学会，比宋朝还惨。其实这都不是老佛爷一个人的错，这是从康熙爷那时候就开始了。清朝呢被胖揍了一顿，鸦片呢于是就变成了大众商品了。其他的欧洲国家一看啊，这么好赚钱，都来排队敲竹杠了，几乎等于当年的大航海时代了。谁都想来蹭几下，开始时候说着蹭不进去，最后都蹭进去了。日本一看，凭啥都是高鼻子来蹭呢？于是也跑过来。大清的利润就变成了贸易的单边逆差，加上各种的巨额赔款，于是赔的心疼了，不想再赔了，又开始打呢又没打过人家，于是越打赔的越多，越整越缺。最后啊，各国直接开始抢了，这样更省事。
做生意哪有抢劫来得快，对吧？中国的近代屈辱史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了。差不多德国也曾经面临过一样的处境，也是由于一战赔款赔心疼了，不想再赔了，所以就开打了。不过和大清不同的是德国一开始就打赢了，所以后来才有了美国土豪。这事儿，后面我单独开一期讲，包括现在的美国大队长是怎么发家的。再后来，大家又学习了一个核心的技能，就是打赢了不能一门心思的要赔款，这事儿不能这么干。这个教训是导致后来我人类族群两大之一的老毛子掉坑里。这个说的有点远有机会我单独开期跟大家讲。还是说回来大清，大清呢就穷的快都把裤子去给当了，因为再有钱也顶不住赔款加巨大的逆差。因为鸦片这个东西太吓人了，这是 LV 加爱马仕加巴宝莉，然后再翻个倍，所以多少钱都得砸进去。然后呢，西方列强们还要抢劫，呼啦一下子活不下去了。于是呢，我们终于跌跌撞撞走到了民国。所以回想一下，这鸦片抽了多少年一直到抗战，四川的抗日国民党部队还是双枪兵。关于抗战的具体细节以及民国是怎么灭亡的，我会单独开一期为大家讲解好的，谢谢大家，我是优步。